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三国战记：风云再起》。本期又是水友的投稿，这位小伙伴的 ID 叫做契约人形，从此揭开序幕。他给我发送的是模拟器的录像文件，很小。这样的话，我需要找相应的平台或者是模拟器自己播放，再进行翻录。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我这边需要多一点操作了，因为有的小伙伴在发送邮箱附件的时候，如果录像的文件比较大，会出现空间爆满的情况。我收到的录像文件是2个，一个是貂蝉，另外一个是关羽，所以说非常明显，我会选择哪个角色开始录制。三国战记的通关流程是非常长的，都是在1个小时左右，所以说我可能会分2期解说。风云再起这个版本对我来说是比较晚的了，因为大家看我的 ID 82电玩大叔啊，2000年的话我就参加高考了，开始接触网络，街机厅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就渐行渐远。所以我玩的三国战记的版本都是115、117这类。在这之后的119、正宗，还有风云再起，对我来说就比较陌生了。尤其是风云再起和原来的版本相比，它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包括了人物、道具、关卡的设置。但是这里边最经典的改变应该是所谓的4招1式，一个敌人在一次攻击周期之内，最大就可以承受4招1式。连段系统还影响到了你得到的分数以及升级，所以玩家都用最大的热情来开发各种连续技。其实所谓的4招1式也不是三国战记的首创，咱们在谈论三国战记、西游释厄传、神剑伏魔录等等这种游戏的时候，总是绕不开一个大山啊，就是龙与地下城。我之前给大家录制《龙与地下城2代》的时候，介绍了里边一个非常关键的设定，就是1招8式。无论是4招1式还是1招8式，都是阻止玩家对敌方单位，尤其是 BOSS 单位进行无限制的、无休止的、无限的连段。但是只要是系统就有漏洞。大家看一下貂蝉这里打孙姬的方式，虽然连段数没有得到提升，但是因为存在敌方倒地之后的被追打，所以孙姬是没有机会的。所以4招1式没有真正的解决从快打旋风时代留下来的所谓百拳的遗留问题，但是门槛变得很高了，而且玩家使用连续技连段来攻击 BOSS， 场面上也非常的华丽，打击感十足。三国战记这款游戏是我见过的街机平台的改版最多的游戏，甚至出现过选用各种敌方小兵的版本，或者是加入其他作品的角色，
我之前就给大家录制过《西游释厄传》孙悟空的版本，好像也录制过拳皇不知火舞的版本。这说明各种改版的作者真的是把这个游戏文件内部的各种结构研究透了。打完这个 BOSS， 前方会涉及到分支的路线，后面路线的选择可能就和我玩的原始版本不太一样了。我记得第一关的时候，貂蝉走的就是船的里边，但实际上我玩117、115的时候是喜欢走船外侧的，感觉分数可以打得更多，尤其是使用诸葛亮。高手遇到 BOSS 的时候真的是开心啊，因为可以打更多的连段。得到的分数更多。而且打完 BOSS 还可以给大量的道具。使用貂蝉这个角色，其实我感觉还是比较省心的，因为你不用考虑去捡那几把剑。收集剑的玩法也是比较流行的。玩貂蝉的我见的少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关羽和貂蝉之间，我选择了貂蝉，绝不是因为摇杆坏了呀。这里的血量空了一块，应该是4级升5级的时候，长了一小块的血量。其实这个细节不太合理，很多的游戏如果你是涨了血量上限的话，会把这一段也补上。这里在电梯上走的左路，我当年玩这款游戏一直是走右路的，所有的梯子都走右路。而且《三国战记》的原版，我几乎就只会用张飞还有诸葛亮。诸葛亮不用说了，原版里边太强了。张飞的平 A 我感觉也非常好用，攻击的距离很远。当然，咱们这些普通的玩家选择角色的时候，考量的要素和人家高手是不一样的。《三国战记》这款游戏还是有一些奇怪地方的，因为作为一个系列的游戏，一般来说，可能后续的作品比较受欢迎，因为它会对系统方面进行改良。这个系列还出了2代、3代、七星转生，而且甚至出现在了 PS4 的平台。但是除了2代之外，其他的作品可能接触的小伙伴就很少。
所以说它也没办法火起来。这就是游戏的流行，受到了游戏市场现状的限制。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游戏，就是拳皇97。其实，在系统的平衡性上，97是不如98的，但是大陆的97是最火的呀。而且游戏被研究的也最深，每一个招式被研究到了每一帧。这个情况和《三国战记》就很像。连招系统被高手们吃得很透，所以说看他们玩游戏打 BOSS 就像是表演一样。这里把这本风书给放了。其实大家习惯叫它风书，其实它是一本太平要术。另外还有一本太平清领是语书。电书、石书还有火书对应的是天遁、地遁和人遁。这里看见夏侯渊，我就想起来了，风云再起是有降将系统。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无名小卒。夏侯渊这个角色还是非常好用的。抓了一个机会，小兵的话都卡在上边了。最讨厌的就是这些小兵啊！如果和 BOSS 单挑，那就会变成一场连招秀。但小兵经常会打断你的节奏。和天女散花相比，我更喜欢貂蝉的踢云纵，感觉打人很疼。夏侯惇的血量是真的多，1格半，相当于上一个 BOSS 的2倍了。把它放在第2关还是比较符合新人杀手的人设的。我记得玩原始的版本，使用诸葛亮，我都需要用套路来打他。先在远处把他吸引出来，这个时候他的血条还没有出现。云军令，先控一波，使用威严打他一会儿。看时间不够用了，放一个时间。然后放大招，喝酒壶，再放大招，这一套下来，夏侯渊也就差不多了。第3关叫做威震汉中帝。从三国的历史来讲，它的时间线和第2章是连着的，但是和第1章相差的就比较远了。中间是跳过了荆南4郡，还有入蜀。这个告示写着“小心前方熊出没”。不知道有这个告示的时候，《熊出没》这个动画片开没开始播放呢？总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熊出没》的动画片，我就想起了这个告示。
感觉有点梦幻联动了。这个分支路线走的和我也不一样，走的是桥上。原版的话，我都是跟着王平走的。这些熊看起来皮厚，其实也连不了几下。走桥这个路线过去的话，就是阳平关了。要打夏侯惇，我觉得夏侯惇作为降将也非常好用。三只熊，一次清一只。连击的段数多了之后，分数上涨了非常剧烈。其实这样的话，这些加分的道具就等于废掉了。这些脆皮的小兵，可能砍了几刀，你的分数还没有向上积累，他就已经倒地了。铁皮还是不错的。15级了，血量又上涨了一块。貂蝉原本的血量不多，涨了3次之后还够看了。这些障碍物啊，玩原版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都不想错过，都是分儿啊。但是风云再起的版本，他这么几百分真的是不够看。利用鹿角卡了几个小兵，感觉小兵卡的有点多，这样的话是不会刷 BOSS 的。这个地方其实挺奇怪啊，应该咱们是攻城的一方，但是为什么从城门里边推出来很多的攻城的器械？这应该是撞城门用的。没有小兵来捣乱，打着真的是舒服。三国战记这个防御，我感觉比圆桌骑士用起来要舒服多了。按攻击之后再拉后，我实在是不适应。滚出去了！其实每次打完 BOSS 之后，都是一个我比较难受的环节呀。因为对于我这种只玩原始版本的玩家来说，如果你没拆障碍物，尤其是地面的加分的道具不捡，看着实在是太难受了。玩原始版本的时候，到这个场景我就会想，准备好节奏，张良那里订一本电书，
能多得很多分儿，因为原始版本电书垫一下的话是5000分，很高了。而且你打张辽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刷新这种铁甲兵，可以利用跑动攻击把铁甲兵推到电书的攻击范围里边去。这个小房间的蝎子超级多。不清了，反正清这种敌人也没有营养。对于原始的版本来说，张辽还是一个隐藏的武将。诸葛亮、貂蝉、张辽。后来的很多版本都可以直接选。我对张辽这个 BOSS 的印象就是近身不好打，他出招的出手非常快，有的时候来一招换手剑，来一个 AB 小升龙，特别突然。张辽平 A 这2下如果成了的话，后面就是一套小连续技。连踢这4脚看起来实在是太爽了呀！后面那个小兵卡住了，所以又是单挑的局面。召唤机关这招的破绽太大了呀！所以张辽他不是一个魔法选手，我感觉他还是作为一个近身的战士比较靠谱。后面卡着那个小兵真的是太夸张了呀！当着自己老板的面在这摸鱼。抓住这一套，张辽应该是没了。那好，本期时间差不多，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再次感谢契约人形的投稿，也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